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就在这几天，中国视频分享平台 B 站的一个年轻 UP 主莫茶在贫病之中去世，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。我在上一期视频周末分享会里面也有简短的提到，本来我就是当成一个新闻来分享一下，但是今天我又跟国内的朋友谈到他这件事，现在在中国已经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了，所以我又带着缅怀的心情去了他在 B 站的主页，想看一下他留下的作品。然后呢，我注意到他的粉丝就在这2天一下子涨到了100多万。要知道他在生前粉丝才200多个，视频播放总量才1万多，而现在他的最多的一个视频已经几百万的播放了，随便播放一个视频都是满屏幕的弹幕，祝福他一路走好。由于他生前想吃草莓和饺子，网友祝福他愿天堂有吃不完的草莓和饺子，每个视频都有几万的投币和打赏，让人觉得还是好人多呀。可问题是，为什么在他生前却没有这么多人关心和帮助他呢？哪怕有现在的1%，他都不至于成为悲剧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来回顾一下莫茶的生平。透过同为 B 站 UP 主朋友的描述，简单来讲呢，他就是生活在贫困山区，家庭情况遭遇变故，父母欠债离婚，出去打工又被骗，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疾病，但又没能得到好的治疗。后来就一直边打工边直播度日，即便他自己连药都买不起，但是他还是把流浪猫照顾得很好。最后呢，他在贫困、饥饿和疾病之中死去。这也就是最初传出来的消息，也是现在大部分人知道的版本。当然了，我们不是去讨论这个版本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这没有意义，也无从证实。但是这个版本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站在官方的角度都是不喜欢的。莫茶的死无疑是一个悲剧，既然是悲剧，就要有人承担责任。莫茶的死有3个方面的责任：他自己、他父母，还有就是社会。而现在流传出来的几乎中国网民都知道的版本是，他是因为贫困和疾病而死去的，生前吃不起草莓，看不起病。而就在1个月前的2020年底，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全面脱贫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号称用了20年建立起了覆盖全民、世界最大的医保体系，怎么会有人看不起病？怎么会有人饿死呢？莫茶死因的这个版本无疑是要社会承担这个悲剧的责任。中国政府是不允许这个故事被这样解读的。所以很快，在莫茶的故事在网络流传了2天之后，各种报道开始反转了，开始辟谣他并非饿死，然后曝光了莫茶以前很多的黑料。最后呢，以东方网为例，给了个总结。原文是：作为时代青年，应该从他身上汲取教训。一个独立的人，一个成年人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求学上进，是学会独立谋生，是学会尊重父母。也只有在这样的阳光之路上，才能更快乐、更健康。希望这个热搜就此为止吧。网友的热情需要关注的是真正正能量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官方已经把责任推到他自己身上了，跟社会无关，而且定性这个故事是个负能量。之前莫茶的朋友也在网络发布了声明，表示他们之前所整理的生平与官方报道的事实不符，现在已经将不实的消息删除，并且表示要共同努力维护 B 站的良好环境，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这话听起来好像是被约谈了之后的感觉，所以估计这件事情很快会被官方平息，大家在官方的舆论引导之下，也很快会把莫茶忘掉了。那么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莫茶在死后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心，但是他在生前吃不上饭，买不起药，却无人问津呢？莫茶的遭遇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引起这么多人的同情，这说明在中国好人还是很多的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中国社会有着严重的信任危机。一开始传出来莫茶去世消息的时候，网上就有很多人说这是假消息，他没有死，是在骗钱。因为现在的中国网络上卖惨营销盛行，各种网红用不同的手段卖惨赚同情割韭菜。一听到莫茶作为一个网络 UP 主去世的消息，中国网民首先想到的就是网络诈骗。很多网友也在期待故事的翻转，直到最后莫茶去世的消息被证实。莫茶能够得到广泛的同情，一个心理因素就是人们的内心里会觉得只要他没死，那就不是真的，直到他死了，直到他真的死了，这时候很多人才一下子醒悟过来，真正想关心同情他的时候，人却已经不在了。所以人们对他的同情一部分也来自于潜意识里的忏悔。试问一下，如果莫茶没有死，他的悲惨遭遇又能吸引多少人的关注呢？
因为网络上遍地都是这样的，甚至更惨的。当今中国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老人跌倒不敢扶，开车会遇到各种碰瓷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，在网络上更是如此。卖惨营销的带货博主，边吃边吐的大胃王吃播博主，用车拉的假徒步旅游博主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。中国人是公认的智商最高的种族，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却把聪明用在歪门邪道上，这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社会价值观的扭曲。虽然中国一直在宣传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，但是以假大空著名的中共只做表面工程，却从来没有落实。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以钱为中心，一切只看钱。中共非常清楚他们的执政基础就是搞脱贫，搞经济发展，让人们赚到钱。在这种扭曲的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下，现在的中国人只看钱，什么自由、民主、伦理道德通通都不重要。所以我们才经常听到中国人说，管那么多干嘛，只要共产党让我们赚到钱就行。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平衡的发展，这样畸形的社会不可能真正的富强，而且还会让很多人成为畸形社会的牺牲品。不幸的是，抹茶就是这个畸形社会的牺牲品之一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视频是周末分享会，精选了一周值得关注的事件。关于中国 B 站 UP 主抹茶饿死的事件，网友欧文令回复说，正常国家的流程是同情、批判、省思、检讨，制定对策，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。伟大强国的流程是同情、抹黑、辟谣、删帖，制定对策，防止类似事件再度被认知。然后是关于中共制裁 Pompeo 等28人，网友 Formal Yes 回复说，中方制裁 Pompeo 的声明里禁止他们到中国大陆、香港以及澳门，居然不禁止去台湾，中共支持台独实锤了。网友 Samuel H 说，白宫的官方频道上面拜登的视频 dislike 是 like 的好几倍，评论都是骂他的，所以把评论关闭了。我去看了一下，还果然是这样。虽然关于拜登作假的事情有争议，但是一直以来拜登的支持者确实不热情，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网络上，都看不到人民对他热情的拥护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